你以为大美丽法案只跟税收有关，其实它还影响到了房地产。怼做实在做人，大家好，我是你的 Maggie 姐。最近啊，马斯克和川普又吵起来了。马斯克发了一条推文，开怼川普刚签署的 One Big Beautiful Bill 啊，大美丽法案，说这个法案呢根本不是为普通人设计的，只会让有钱人更有钱。然后呢，川普当然也没忍着哈，回击就说马斯克就是只想少交税，根本不懂国家需要重建。乍一看啊，好像就是两个亿万富翁在互喷哈，离我们很遥远，对吧？但其实呢，这场嘴仗背后的法案正在悄悄影响我们每一个普通的买房人。我仔细研究了这个大美丽法案，发现其实呢，大部分内容是跟税收相关的，比如说延长了2017年川普上任时的那个税改政策，增加了一些抵扣项目，还比如说小费和加班收入不交税了。那还有呢，加大了国防支出，给 ICE 拨款，提高了联邦税务上限等等。但其实真正起到影响的就只有5点。那今天这期视频呢，就给大家介绍这5点影响。之后我还会连线我们自己的 CPA 安妮，问问她具体的影响，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后哦。第一个变化呢，就是减税这件事儿被彻底锁死了。什么意思呢？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川普2017年那一轮大减税吗？这个本来是定了个时限的政策哈，2025年马上就要到期了。但现在呢，大美丽法案直接就把这个政策延续下去，变成了长期有效。现在夫妻联合报税的标准扣除额呢，就是3万美金，比2016年的时候呢翻了1倍。那这个对买房有啥用呢？很简单，你交的税少了，能留下来的钱就更多了。特别是年收入在10万到20万之间的这种中产家庭，比如说你家庭收入是15万，按照老的政策呢，可能交2万块钱的税。现在减税之后，你可能只交16000左右，相对于每个月呢多出300到400块钱的现金流，还是不错的。我自己呢怎么看这个政策吧？我觉得还是对房地产市场利好的，但是影响非常有限。对低房价的地区，这个减税呢能帮他们比较多，但是对西雅图湾区这种高房价市场来说啊，现在利率这么高，不会对他们买房起到什么决定性的作用。说白了，如果你现在买不起房，这套政策也救不了你。如果你本来就买得起，这点省税啊，也不会改变你的决定。那说完减税呢，我们再来看一个对高房价地区真的有用的改变，那就是 SALT 扣除上限提高了。那什么是 SALT？ 简单说呢，就是 State and Local Tax 州和地方税，包括你的房产税、销售税、州收入税都算在里面。过去呢 ，SALT 这一块的扣除额是封顶1万块钱，这个对高收入高房价州的人来说啊，根本就是不够用的。随便一套独栋，房产税就5100万了。但这一次呢，大美丽法案把限额直接拉到了4万美金，就是说呢，你交出去的房产税、部分地方的销售税还有州税，现在呢可以多扣3万块，直接降低你报联邦税时候的应税收入。对那种收入比较高啊、房子比较贵的群体，税负啊会轻很多。比如说呢，你在 Bellevue 有一套150万的房子，1年房产税大约就是1万块钱，再加上每年家庭消费支出几十万，对应的销售税啊也是上万美金了。4万美金的 SALT 基本能够覆盖一个家庭的抵扣额。那根据 Tax Foundation 的测算哈，这个政策对加州、纽约、华州这种高税负的州里面的这种高收入家庭呢，平均每年可节省5000到1万块钱的联邦税。所以我想说的是，这个政策不是全民红包，而是给高收入高支出群体开的小灶。也就是为什么啊，马斯克会说这个会让有钱人更有钱。第3点就是移民执法升级。大美丽法案直接拨了700亿美金给边境安全，还有100亿美金给 ICE， 目标呢就是每年遣返100万移民，其中呢就包括大量的建筑工人。而且啊，这个是正在发生的事儿哦。最近洛杉矶、德州都出现了农场、建筑工地大规模拘捕，这个就引发了示威人员和 ICE 的对抗哈，还产生了大规模的暴乱。那这为什么跟房市有关呢？因为美国的建筑业啊，其实严重依赖移民劳动力。一旦这些人被遣返或者是赶回国，人工成本就会上涨，新房价格呢自然也会上升。另外呢，还可能会延后工期呢，新房的供应也会减少，房价可能会维持在高位更长时间。这个啊，其实并不是一件好事儿。第4条就是对我们华人影响特别大。大美丽法案里面有一个不太起眼但是很炸裂的条款，就是美国政府从2026年开始呢，将对海外汇款征税，特别是汇入或汇出美国的资金。虽然说法案最终敲定的是1%的跨境汇款消费税，之前的版本啊，甚至还写了3.5%哈，但已经是足够让很多国际买家开始犹豫了。最近呢，《华尔街日报》和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都在说啊，
不少原本计划在美国买房的中国香港买家正在推迟资金调动计划，因为他们担心呢，一动钱就被盯上，还有额外交税。那这事儿到底有多严重呢？对于中国大陆的人来说，本来每人每年就只能换5万美金，很多家庭呢是靠亲戚蚂蚁搬家来凑房款的，本来就已经够麻烦了。现在美国呢还要收1%的税，那资金一来一回呢，可能就多出几千美金的成本。更别说后面了啊，你房子买下来了，租金要汇回中国，房子卖了想带钱回国，那可能都有一笔支出了。当然了，这个政策还没有正式开始哈，我们之后呢就会连线我们的会计师安妮，给大家分析一下具体的政策，看看有哪些费用是要交的，还有哪些风险。最后一个影响，也是我觉得最容易被低估，但是对房地产影响最深远的一条，大美丽法案一边大减税，一边大撒钱，军费、边境墙、基础设施全部都要砸钱上马。那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 CBO 在2024年7月的预测哈，未来10年美国将新增2.8万亿美元财政赤字。这个看着好像是跟房市关系不大，但是关系真的是太大了。赤字高就说明政府要发更多的国债，发了国债，市场上资金就会变得更紧张，借钱成本变贵，利率也就降不下来了。最近呢，彭博社也是分析的很直接哈，他们说财政赤字过高会让通胀预期回升，美联储即使想降息也没空间了。当然了，我们目前看到市场还是预期美联储降息的，只是呢这个政策可能会让它晚点降息或者减小降息的幅度。那我自己的看法是，这个大美丽法案带来的影响短期内呢不会马上爆发，但是长期影响还是比较严重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连线一下我们的 CPA 安妮，咨询她几个具体的问题。嗨 Maggie， 下午好。Hello， 很感谢你今天要花时间，然后正好我们也录个视频给大家讲解一下，就是粗讲一下大美丽法案嘛。然后呢，我就怕我有一些东西理解的不对啊，所以还是说要请专业人士来这个给我们稍微的讲解一下啊，特别是有一些小问题，今天准备了几个想问问你。非常荣幸能再次成为你的嘉宾，每次跟你的那个 YouTube 或者讲话一播出，都好多的纳税人，好多你的忠实粉丝打电话过来，所以我感觉你真是号召力很大啊！谢谢，非常荣幸，非常荣幸。好的，感谢。那我就先问一个，就是大家特别关心的问题哈，也是刚才我们就是录视频的时候，我们也有在讨论，就是说这个大美丽法案里边有一个关于好像是跟境外汇款还是境外要把钱汇出去还是汇入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税或者一些 cost， 这个是真实的吗？这个是真实的，我们称为 US Remittance Tax。这个谣言实际上早就满天飞了，以前说是5%、3.5%。7月4号，那个川普总统签署了这个大美丽法案以后，他的政策正式出台了，现在是1%，所以这个 cost 呢，比原来的这些 rumor 要小很多1%。但是呢，它是这样子的，它 apply to any sender， 就是不管你的国籍是什么，以前曾经众说纷纭说可能只是给非美国公民，现在是不管你是不是公民，是不是绿卡，是不是税务居民，全部的 sender都需要纳1%的这个tax。那它是这样 ，1% of any transfer of cash, money order, cashier check, etc. by remittance transfer provider，像这个 MoneyGram 和 Western Union， 它特别在这个例子中举出这2个汇钱的这个机构。但是我感觉好像现在咱们往国内汇钱好像用这2个也比较少。然后呢，其实上是有一些 exceptions 的，像如果你 transfer 从那些 financial institution， 像银行、brokerage、credit union 或者是 debit card、credit card 是 not subject to tax 的，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提供了很大的空间和漏洞。所以我们如果像通过自己的银行汇款什么的，像这1%的 tax 就打不着了。所以就是说，尽量避免通过第三方，像 MoneyGram 和 Western Union 来进行 transfer。所以我感觉对目前来讲，对我们的纳税人或者对 Maggie 的客户可能影响不会是那么大，因为还是可以有一个方法 get away with it，不是说把所有的漏洞都封死的，对不对？然后呢，因为它的 sender 也不仅仅局限于非美国公民了，所以也 doesn't make sense， 或者说叫朋友帮你汇款了所以任何人任何身份都是一样。
样的，只不过就是说通过谁来转钱可能会 make a difference。然后呢，它的实行的时间呢是 transfer after 2025，所以呢，如果你有大宗的钱要转出去，想通过第三方的，可能你就可以在年底之前先转一转。所以说，只是从美国转出去，比如说我向国内汇款，但是我从国内汇进来的钱其实是没有，就是不缴税的，跟这个没有关系。对，从国内汇进来的钱，实际上是在25年以前是很多纳税人或者说我的客人更关心的话题。我经常会收到各种各样的电话，就说这个钱进来没有问题吧？实际上就是说，在税法里面来讲呢，如果你收到这一笔钱，你要想办法证明这一笔钱不是收入，那它才可以 free of tax。那很多客人的钱，他们都说，比如说是首先是我自己转给我自己的，那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只是从一种 asset 变成另一种 asset， 或者说一个账号到另一个账号。那另一个呢，可能就是亲戚朋友或者父母的赠与，那这个可能要小心一些，就是说如果你的亲戚朋友或者这个父母是非美国税务居民，就说是外国人的话，你可能需要报一个赠与的税表，接受赠与的税表，这个税表是3520表格，它的这个 deadline 就是 filing date 也是第2年的4月15号，然后如果你没有及时报的话，它的这个late filing 的 penalty 也是很高的，大概是这个总钱数的5%，就是我曾经有客人就被罚了，还是蛮严重的。一般的话也很难，就是 request 那个 waiver of penalty 是比较难的，所以我感觉这个还是你需要知道这个 rule 的存在才比较好。这个3520表格我要补充一下，就是它是接受海外赠与10万以上才需要报，也不是说随便3000、5000就需要报的。当然，如果给你钱的这个人是美国的税务居民，用那个estate 或者 gift tax 的这个 logic 来讲，如果他是美国的税务居民，那实际上要报的就不是3520，而是给你钱的这个人他需要报一个表格叫做709，是赠与税表，等于他送给你，他需要报。我们来把它总结一下，就是说，如果你接受的钱是外国人的钱，那你需要揭露你接受赠与。那如果给你钱的这个人是美国税务居民，那就是他需要向国税局申报他给钱了，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税务居民，我们赠与还是遗产，我们都有一个 lifetime 的一个 exemption 是1500万嘛，这次大美丽法案把它提高到1500万了，夫妻两个是3000万。对，你每次给的钱，对，超过这个每年的这个 exemption 18000或者19000，你就需要从你这个 lifetime 的这个 credit 里面减出来。所以说，美国人给你钱和外国人给你钱是不一样的方法，不一样的。这讲的是从外国向美国转钱。如果你是银行角度来讲，实际上他们会问的更多，这笔钱的来源是什么，是借款什么的。但这个就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范畴，因为我们讲的是大美丽法案嘛，有点跑题了。有点跑题。没事，我们跟你说，安妮，你的任何跑题都是我们的白嫖。感谢你的讲解。所以说，其实就是说，我们接收国内的，比如说我国内客户啊，他的父母给他这个打钱，其实跟大美丽法案是没什么关系。但是就像你刚才解释的，就是说，那他们的父母是什么身份，就你应该做什么事，这个是有区别的，对，是不一样的。好的，那我了解了，那还好，我感觉就是说，那当然也提醒大家，如果是有大额汇款啊，就请2025年从美国打出去啊，赶快OK。不过我觉得今天早上我已经见了2个客人，你首先他们告诉我来了美国的钱基本上很少再回去，出来已经不容易。然后第二个，如果有的时候可能想打到香港去的话，他们可能也是通过自己银行账户之间的转账，用西联和 MoneyGram 的比较少，所以我感觉这个1%可能影响我们的客人并不多，可能是不是对墨西哥纳税人的影响更大一些？更大一些啊，有可能。他们给自己的亲人汇生活费的时候，可能会用这些第三方的汇款方式。有道理。OK， 好，那下一个问题啊，就是关于这个 SOT， 就是那个 state 什么 tax， 这个它好像是把可以抵税的那个上限提高了。然后我们理解就是说，对一些收入比较不错的人，好像就是还是会有一些收益吗？还是说我们这个理解的对吗？就是如果我们这儿的一个中产，他能省多少钱？在现在这种情况下，从 Maggie 姐的问题中，我听出她有小小的欣喜，不过我马上就要把她的欣喜给破碎。完了，
天哪！首先那个 Maggie 姐说的 SALT， 我们把它 extend 的话称为 State and Local Tax Deduction，SALT 嘛。对，那是这样子的，就是本来在2017年的时候，那个减税法案把我们的 itemized 的这些 deduction 各个项目都进行了 limitation， 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把我们的 tax deduction limit 成为就是1万块钱。对于我们华州居民来讲，可能就是地产税和消费税是我们最主要的2个税的来源嘛。对，他把它 limit 成1万块钱，基本上我们所有的人就会使1万，因为我感觉一般的中产阶级，我们的房产税肯定都不止1万了，消费税也不用加。所以这2年我们给客人发的那个 organizer 上都不问客人你买大件没，因为这个问题形同虚设，已经7年了。那这个问题终于可以用了，现在啊。然后它是这样子的，像这个 SALT 是从2025年开始的，它可以 benefit 我们2025年的报税，不是26年。26年它把它涨到了40400，但是25年实际上就是从4万开始了。4万是针对married file jointly， 就是夫妻联合报税的居民。如果你是 single 的话，也是4万；如果你是 married file separately 的话，就变成2万。那它的是这样，它会 phase out 的。像 Maggie 姐这种高收入人群，如果你的这个 AGI 从50万开始，它就会进入这个 phase out 的这个阶段。就说如果你们夫妻2个人的联合收入超过了50万的话，它就开始慢慢的减少。它减少的 rate 是每增加1块钱就会减少3毛钱，30% 的 phase out。当你的收入超过了60万的时候，你就还回归到1万了。好的，但是这个对收入50万以下的人还是有好处的。对，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像 Annie 这样的中产阶级，你不要这样谦虚好吗？真的，如果收入正好在50万啊，收入正好在50万，那他们的 tax rate 大概会在32%左右。当然，我觉得我可能 state tax 可能用不到4万那么多，我们家的地产税大概是不到2万块钱，就算2万好了。它还会有一些就是说叫做 local 的 sales tax， 因为就说我们在这个华盛顿州消费，你不可避免的，你还是会买东西，你会交那个10%的 sales tax。这个呢，如果你1年下来没有买什么大件，根据你的税表呢，它会 generate 一个 standard 的这个 sales tax， 根据你们家的收入水平，比如说50万，它给你 generate 一个6000块钱或者说8000块钱的 sales tax， 然后呢，我们家的这个 local 的 tax 就会是2万的 real estate tax 加8000的这个 sales tax。如果我自己还记得我25年买过什么大件，比如说今年我买了一辆 Tesla 或者买了一辆宝马 X5、X7 之类的，那我还有这件大件它的 sales tax 就是10%，就是7000块钱，这是一个 special 的 item 的大件，那我可以把这个7000块钱再加上去，那这样我就可以抵扣到比如说2万，再加刚才的8000加现在的7000，就会达到35000这个水平。所以也是一个怎么讲，政府鼓励消费的一个方式吧，我觉得对于有这个 sales tax 的一个州。那除了我们华州以外，当然有的州他们是有很多的 local 的这个 income tax， 像加州，那他们的影响也会很大，因为对于这些50万的收入的人群来讲，他们交的 state tax 如果是9%的话，那也不少了。那基本上4万块钱可以给他们很大的空间。换句话说，就是这个 SALT 的法案可能对我们华州的影响还不会像加州那么大，加州的影响应该是更大的，因为加上了 state income tax， 他们会有 substantial 的这个 increase。那我们如果只是消费税，可能没有那么多，但是也是可以的。对，就赚到了就是好的啊，赚到就是好。所以说听上去就是加州的收入50万以下的人会很开心。就会比我们这里50万以下的人开心一些。对，所以我只好对 Maggie 姐讲 sorry 了。我觉得 most likely Maggie 姐你的这个 deduction 还是1万块的税哦。好的。然后那个 standard deduction 现在是3万。刚才 Maggie 姐问到了 state 和 local tax， 这个是属于 itemized 的一个项目嘛？那我可以跟您再讲一下，就是 itemized 项目里面上还有几个听起来比较喜人的这些 news 啊。首先就是说车贷，因为以前的话，如果你不是一个 business owner， 像一个普通的拿 W2 的一个员工或者说码农吧，那你们的就是车贷是不能够抵税的嘛，因为是属于个人消费。他现在呢把车贷单独拉出来了，可以抵1万块钱，就意味着就是说，如果你有车的贷款的话，他们会给你issue一个1098，就像房贷一样。
那不错，我们都看出来了，这也是鼓励这是消费、刺激消费的一个方式。对，确实，哎，很有用。但是这条对 Maggie 姐可能也不太用，因为 Maggie 姐的车都在公司下面抵扣了，对不对？就是我和对我们两个老早就已经研究出了如何用车来多这个合理抵扣费用，所以对我们已经没有什么用了，确实。所以刚才讲的这一些呢，不好意思 ，Maggie 姐都没有让你实惠到，然后没事，有大家实惠到也不错啊。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也是就是属于 deduction 增加的一项，就是他现在讲就是大美丽法案讲的是对于那些收小费的这些员工以及有 overtime 的员工，他们这些 tip 的 income 和 overtime 的 income 实际上是不用收 federal income tax， 你这样还是要交社保医保税，就是说 employment tax 你要交的，但是 federal income tax 联邦所得税这部分可以不交。他的做法不是说让你把 W2 里面的东西就拿出来，而是在 W2 里面把它单独列出来，然后你报税的时候呢，它会 create 一个 deduction， 然后把它给减出来，所以呢就鼓励这些服务性行业收小费。不过我感觉现在小费收的也很多，我们去哪买东西都已经把那个小费的那个屏幕转过来给我们了呀，不过什么的我们都在给小费了，这明显是他们收了我们的钱又不用交税了。对，这个倒是也是拉近那个叫什么社会的贫富差异化的一个方式嘛，我觉得也对于社会平稳来说还是件好事的。可惜 Maggie 姐已经把奶茶店关了，不然这两点都可以有益 Maggie 姐的员工啊。小费不到税 overtime 可能是。对，确实，所以说总结就是这个跟我是没啥关系了啊，听来听去，但是还是有不少人可以受益的。这样吧，我跟 Maggie 姐讲，还有几点就是小的东西，也是比较新的东西，我可以跟您再稍微提到了一个Trump account 川普账户，这是跟小孩相关的，在17岁以前都可以往这个小孩的账户里面放5000块钱，然后它的性质有点像退休账户吧，等小孩18岁以后就可以拿出来取，应该是中间的增值呢它是免税的，但是就是只能放在小孩身上，对挖掘的感觉。OK， 大美丽法案比较新的，那有一些实际上跟 Maggie 姐有关的，但是它是讲的是要延续2018年的这个 TCJA 的法案，比如说 Maggie 姐对你的特别有利的一项啊，你听起来要高兴的是那个 Qualified Business Income Deduction 又延续下去了，而且他们把它称为 permanent， 就是您知道你不是有一个公司嘛，公司的那个 S Corp 那些小型企业，我们有一个20%的那个政策减税，这个 Maggie 姐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原来是2018年提出的，本来说是到2026年就会结束，他现在把它变成了 permanent。当然，昨天我们上课的时候，那个讲师非常幽默的对我们说，temporarily stated it's permanent， 就是临时说这是永久性的，因为到了29年你换了一个总统和政府，真的不知道它还是不是 permanent。但是说现在这4年来讲是 permanent， 至少我们得到了4年的抵扣嘛。另外一点跟房地产也非常相关的就是，不知道 Maggie 姐以前有没有听我说过这个 Opportunity Zone OZ， 就是说如果你卖房或者卖股票产生了很大的 capital gain 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 capital gain 的部分，只是增值的部分哦，不是全部的 proceed，拿去投入到 opportunity zone 里面。这一般是一些就是说在不发达地区的一些地产的这些项目，然后呢，你就可以得到延税，你的 gain 可以得到延税，同时在这个 OZ 里面挣的钱，如果你能够保持10年的话，也是不纳税的，就是一个很宽松的政策。但是很多纳税人或者客户会质疑这个 OZ 它就是说增值的潜力以及风险性，万一钱都没了，那对呀，是倒是不用交那点税了，但是钱都没了，到最后。对，但是就说这个政策呢被继续沿用了，因为实际上 OZ 的这种在刚刚推出的时候，我的客人里面用的很多，但是我明显感觉到疫情以后基本上没有人在搞，因为不知道它何去何从，它万一到26年它结束了，你就要打税，秋后算账。所以这2年我也没有再跟客人提过这些减税的政策，但现在可以重新再提了。今天有一个客人问我，他股票挣了400万要怎么办？让我说那不然你试试看这个。我的天呀 ，OK， 他挣了400万，天，挣了400万，对。还有一个跟 Maggie 姐也非常相关的一个东西，就是 bonus depreciation， 它又回到了100%。你知道大家都知道，就是说 bonus depreciation 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持续在100%。像你买车，如果买6000以上的
了，对，或者说你的房子有一些 remodeling， 如果就是说是餐馆或者说是 business 的 commercial entity， 它是可以兜底的。但是 residential 的话，可能很多只能27.5年。但是如果你做了 cost tag，也可以把很多的扒拉出来变成 bonus。那在23年 bonus depreciation 是降到了80%，24年降到了60%，今年又是100%，就意味着如果要再买投资房的话，今年也是一个好时机。如果你做了 cost tag，就意味着很大的这个折旧可以给你带来，至少说会比24年要更好。但是就是说，很多时候现在房价可能也比较低一点，是不是？是不是很好的投资的时机？今年我觉得还不错，对，反正我们是有计划的，就是看能不能碰到了，这个的确是挺好用的。所以说这个 bonus depreciation 这个100%是起码是说这个川普在的这几年。对，是会有的，不是那挺好的。OK， 所以说这个还是给这个大家买投资房，还是又多了一点信心啊。我刚才认真看了一下，它这边也是写着 permanent， 但是也写着 temporarily stated permanent， 所以就是跟刚才那些SALT 的意思是一样的，就是他至少说在川普在位的时候，他已经把它定成了 permanent， 但是下一任的总统在改的时候还是可以改过来的。明白，行，所以要抓紧时机。就这几年，对，抓紧时机，抓紧时机。OK， 好的。呀，那所以安妮，你觉得就是刚才咱们聊这么多你觉得大美丽法案总体来说，你怎么看它？就是说，首先对我们华州或者就是这边的我们这些这个平民们啊，是不是大部分都是有好处？或者说，你觉得有没有一个很大的影响，会对经济啊，甚至是我们的这些房地产，你是怎么看？首先我觉得就是这个法案出来，肯定是我感觉是比较有利于纳税人的。首先，它所 state 的第一条实际上就是要 keep 2017年那个 TCJA 的 low tax rate 和 high standard deduction， 就表明了就是说它实际上没有在涨税率，它是沿用了过去已经降过一次的税率，而且很多免税的东西都是比过去有过之而无不及，基本上没有什么就是说在2017年他给我们的，他把它拿回去了，让我们感觉很难受的。他给了我们就是更多一点点的 incentive 去刺激消费。我们昨天上这个大美丽法案学习课的时候，他对我们说，就是说这个法案他感觉并没有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也是我的感觉。它实际上很多是沿用了过去能够一些减税的法案，或者说刺激经济的法案，然后呢，他提出了一些新的 incentive， 都围绕着刺激消费、增加生产。总结得很精辟啊，安妮。所以我感觉这是我的总的印象，他给了你更多，那可能也是想刺激人们的消费。我自己作为一个小的这个 business owner， 我觉得这些什么 qualified business income deduction 和 bonus depreciation 对我们来说是比较有利的。如果有一些就是我们挣得多了，我们也可以多一些抵扣。另外就是如果我们有一些大型的消费，它也可以给我们一些 bonus depreciation， 是不错的。对于小的经济业主来讲，就是没有什么不利于我们的方面嘛。So remit的 tax 呢，说实话对我的影响不太大。首先，如果我们通过银行汇款是不会收到我们1%的。其次就是我好像很少用到西联汇款，我感觉好像可能如果你把路都堵死了，客人可能反而会想，那我就失去了自由，那可能客人会想得更多。那现在这个法案，我觉得基本上不会影响客人，因为你还是拥有绝对的自由进出嘛，在美国的钱，所以就是我觉得我的客人应该不会受太多的影响，基本上。理解 OK， 好，非常感谢安妮你的时间，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谢谢。好嘞，谢谢 Maggie 姐，再见。 OK， 好，拜拜。好了，讲了这么多，我们来总结一下哈。川普的大美丽法案看上去呢像是给你减税的好事儿，但它背后的财政扩张、移民政策收紧、海外汇款管制，其实呢正在悄悄重塑美国房地产市场的规则，对房地产市场有利好也有利空的部分。我们可能要等到2026年才能看到这个法案具体带来的影响才知道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有任何想法，欢迎留言讨论，也别忘了点赞、转发、分享。我们下期见。